感覺義烏才是世界美食之都。這裡不僅是世界小商品之都，還能吃到各種土耳其和中東美食。大家好，我是巴梅。這次巡迴演吃會，我們就去義烏，把在伊斯坦布爾吃過的好吃的，在義烏都吃一遍。到義烏的第一頓早飯，當然就是要來尋找正宗的土耳其早餐。這不就是我在伊斯坦布爾的獨立大街吃冰淇淋的那家店嗎？在這裡吃早餐呢，基本上也都是外國人。他這裡的早餐真的跟土耳其本地的一樣，看起來也挺豐富的。之前在伊斯坦布爾的视頻裡介紹過，早餐是土耳其人一天中最重視的一頓，要豐富、品種多樣，搭配上土耳其茶，舒舒服服的吃完再開啟新的一天。今天天氣還很好，坐在路邊曬太陽吃早飯很舒服。哦，挺大一份的，還有麵包。我真的沒想到在義烏還能吃到這麼豐盛的一頓土耳其早餐，看起來真的跟在伊斯坦布爾吃的那個很像。而且它居然還有 Kamak 水牛奶蜂蜜，這個什錦奶酪裡面有很多種的奶酪，還有杏干，然後這個是芝麻醬，這個在土耳其也吃過，草莓醬、醃橄欖、番茄辣醬，土耳其早餐裡一定要有的這幾樣都有了啊。這個一大份是一個組合，我還點了一個番茄辣椒牛肉炒雞蛋，還有土耳其紅茶。我看隔壁桌的外國人吃的也是滿滿一桌，嘗嘗我最喜歡的 Kamak。面包外面的皮很酥脆，裡面很柔軟。這個蜂蜜好像是比土耳其當地的那個蜂蜜要稍微更甜一些。水牛奶蜂蜜上這個白的，它其實不是黃油，它有點像凝脂凝乳，就它的口感會介於奶酪和黃油之間，就是很香，吃起來。這個我沒吃過，酥皮裡面夾的應該是奶酪，哇，熱的，剛烤出來的，哦，很酥，好酥啊！它裡面這個奶酪是不鹹的那種奶酪，吃這個我可太熟悉了，我都知道它是啥味兒了，一定是酸的。再來點這個是番茄辣椒醬，它吃起來酸酸的，說是辣椒醬，但是不辣，它會有很濃的那種辣椒的香味。坐在這個路邊曬曬太陽，這樣吃早飯真的很舒服。我來嘗嘗它這裡的這個炒雞蛋，在伊斯坦布爾的時候幾乎天天都吃這種炒雞蛋。哇，好吃，這個好吃。它裡面牛肉還很大塊，而且裡面牛肉很嫩，裡面放了辣椒，吃起來會有辣椒的香味。它這個吃起來味道是跟我們這邊的番茄炒雞蛋完全不一樣的。這一頓早飯可以吃上1個多小時，但是流心的。配上這個牛肉腸一起吃，它這個牛肉腸是重香料的那種牛肉腸，各種香料混合物的味道。它這裡的這個醃橄欖是很鹹的，很適合过麵包吃。每一種芝士奶酪都是不同的味道，有些会鹹一點，有些會香一點，有些還會有一些那種發酵的味道。哦，我以為這是一塊奶酪，但它是甜的，很香甜，很好吃，像芝麻糖。這個在土耳其的飛機上吃過，它裡面有開心果、花生什麼的，吃起來的味道會有點像花生酥、花生糖，也沒有花生糖那麼甜。卡拉佛，這個叫什麼？哈勒波。說了 very good。我感覺這個早餐和在伊斯坦布爾吃的主要區別就是肉和麵包的種類沒有本地的多，還有就是這個 Kamak 本地的水牛奶蜂蜜會更加的香一點。其實，在伊斯坦布爾吃的那一頓也就200多，但要比這個豐富很多。走之前還不忘吃了一個他們家的土耳其冰淇淋，不過可惜這裡沒有土耳其本地的那個羊奶冰淇淋，我要了一個無花果的，這個吃起來不會太甜膩。冰淇淋是36塊，我要來記下賬。把所有在伊斯坦布爾吃過的，在義烏都吃一遍，看看要花多少錢。在義烏吃了一頓土耳其早餐，220元。來土耳其，哦不對，來義烏，怎麼能不來嘗嘗土耳其著名的巴克拉瓦？感覺這個小店跟我在伊斯坦布爾看到的一樣，店裡都是堆滿了各種各樣的巴克拉瓦，而且都是一整盤一整盤的擺在一起，很好看。你好，這個價格我感覺比在伊斯坦布爾吃的還貴。它這裡也是可以稱斤賣的。咖啡就這個 Turkish 土耳其咖啡，這個3個都是在伊斯坦布爾吃過的。點了一個這個開心果卷，裡面的開心果特別多，開心果泵、開心果炸彈。服務員說他們這個甜度是較土耳其本地會下降一點。其實它的味道還是可以的，甜也是真的甜。我一邊吃一邊這裡滴糖，還點了一個土耳其咖啡和一杯土耳其茶。這個咖啡呢做的挺好看的。就是这個味兒，8九不離10。它這個咖啡味道喝起來是很厚重的那種，感覺義烏版的比伊斯坦布爾的版本會酸一點點。
然后這個是開心果巴克拉瓦，似乎確實甜度稍微會下降一些，但也確實還是很甜。這個叫貝殼巴克拉瓦，哦，這個裡面也裹了很多開心果。吃這個一定要配上咖啡和紅茶，一次最多也就吃個3-2塊。我真的很想試試，如果自己做的話，能不能不那麼甜？不知道你們想不想看？那如果這期點讚5萬，我們就來自製巴克拉瓦。這個3小塊加上1杯咖啡、1杯紅茶，要對比一下義烏的價格和伊斯坦布爾的價格。開心果薩爾瑪18塊，開心果巴克拉瓦16塊，土耳其咖啡28塊，土耳其紅茶8塊，貝殼巴克拉瓦17塊，一共是87塊。義烏的沿街真的有很多土耳其的餐廳，這家店有很多種的披薩，土耳其披薩。它這裡做披薩也和土耳其本地的一樣，是用這種窯爐火烤的，這種火烤出來我感覺要比烤箱烤的香。這個外國師傅的圍兜上還寫着生產安全。這裡還有酸奶蛋糕，我可太熟悉這個了，不僅吃過還做過。它這個酸奶蛋糕做的還挺好看的，奶汪汪的，看着樣子還行，不知道味道怎麼樣。奶味很濃，然後它上面這個焦糖也沒有那麼甜。披薩，這個大披薩。我點的是這個什錦口味的，就是它有不同的料放在了上面，3種口味的芝士、牛肉和這個是好像是啥菜來着？菠菜嗎？在伊斯坦布爾的第一頓就吃的是這個菜味的披薩，超級大。哦，這個是它裡面應該就是番茄醬加上辣椒，然後是牛肉，外邊烤得很焦脆。可以，它這個辣椒是有點辣的。中間的這個應該就是芝士味的，它這個餅皮吃起來就是不是很有韌勁兒那種，它是很鬆軟的，它吃起來就是面筋不是那麼強，很酥鬆的那種。它這裡面放的這個芝士不是馬蘇里拉芝士，是這種絲狀奶酪。另外一個口味是菠菜還是野菜？是菠菜。我就點2個，一個披薩，一塊蛋糕。你們猜這個披薩蛋糕是多少錢？我在伊斯坦布爾吃的，我記得最貴的那個披薩也就200多里拉，折合人民幣不到40塊錢。土耳其披薩85塊。吃完下午就去義烏的小商品市場逛逛，消消食兒。它有1、2、3、4、5、6區，我感覺每個都夠你逛上3天3夜。不過它這裡的店很多都是做批發的，不做零售。晚上來吃一頓土耳其烤肉。這家店就在早餐店的隔壁，一進門就聞到熟悉的肉香。這家店的老闆就是土耳其人，以前好像還是個足球運動員。我感覺在這個餐廳吃飯，1半以上的人都是外國人，應該都是來義烏做生意的，在這裡就能吃上家鄉味。土耳其的烤肉分2類，一類就是這種片下來的轉轉烤肉，香料少一點，它這個用鹽烤的牛肉特別香。還有一種就是這個卡巴巴，是香料味比較重的烤肉。我還點了一個這個也是在土耳其喝過的豆豆湯，它這個喝的時候就是要擠上這個檸檬，感覺就是這個味兒。點了份雙拼的土耳其烤肉，牛肉和雞肉，這肉還挺多這一份，但是確實價格也不便宜，好像肉是真的很香。它這個整個店裡進來就是這個烤肉味。我還點了一個超大的烤餅，他們叫匍匐大麵包。把這個餅撕開，這個裡面是空心的，就像皮塔餅一樣，還挺香的。不過他那個服務員跟我介紹說，他這裡的烤肉烤的時候都是刷了羊油的，所以它香味會很特別。但如果你不太喜歡吃羊肉的話，可能就不太合適，裹在這個餅裡面吃。來一點這個洋蔥，哇，好香啊！土耳其的這種烤肉，它就是沒有放太多的香料，因為它這個烤的時候刷了羊油，我還挺喜歡吃羊肉的，所以吃起來感覺特別香。點了一個這個羊腿飯，其實本來沒想點這個，因為我隔壁桌的2個外國友人，他們都在吃這個，我感覺挺香的，所以我就點了這個。感覺這個羊腿烤得很酥。它這裡的這個米飯也是跟土耳其那邊一樣，就是這種長長的，然後看起來很鬆散的米飯，裡面放了一些堅果，還有這個葡萄乾，還挺好吃的。它這個飯吃起來會有一種酸酸甜甜的那個葡萄乾的味道，就像新疆的那個手抓飯。
哇，这個羊腿很酥啊，自己就脫骨了。我本來還想拿着啃一下的。它這個羊腿烤得特別的酥爛，肉基本上就是在嘴裡一抿就沒有了。我還點了一個米布丁，米飯布丁，這個也是在土耳其吃過的，上面有一層很厚的奶皮子，是冰的。吃完烤肉來一個，感覺還挺解膩。送了一杯茶，還有這個小曲奇。這一頓是花了324。啊，這裡還有這個烤蠍子。吃完飯可以去逛逛義烏這裡最大的夜市，這裡好像有700-800家店鋪，感覺也能逛上好幾天，開到凌晨3點。在夜市的盡頭，我發現了一家地圖上都找不到的沙威瑪。這個肉卷其實也分2種，土耳其的版本就是用鹽烤牛肉的會多一些，敘利亞的版本就是會放更多的醬和香料。哎，他怎麼沒給我那個醬啊？大蒜醬，我的 ，for me 一個 ，OK，thank you。吃的時候配上這個番茄醬，還有大蒜醬，它這個兩邊的面皮都是烤的蠻焦的，放了好多醬啊，裡面挺不錯，看起來。裡面的肉還是挺鹹的，這個口味不是土耳其版本，是敘利亞的版本。這個沙威瑪只要20元，店員的裝飾跟遊戲裡的那個很像，紅色的帽子是吧？晚上你還可以來逛逛這裡的中東超市，好像還是24小時營業的。來這裡買東西的也都是外國友人，還有很多不認識的東西，有些甚至連標籤都沒有。這裡也有酸奶蛋糕，不過超市的這個好像沒有下午店裡吃的那個好吃。還有各種奶酪。這個是米飯布丁，各種不認識的香料，可能只有他們自己知道這是啥。有鹹酸奶，還挺有意思的。第二天本來想來吃這家的庫內菲下午茶，結果做庫內菲的師傅不在，然後就去了這家，也是在義烏挺大的土耳其餐廳。這家的老闆是約旦人，他這裡的甜品小吃還挺多的。我點了個庫內菲，又點了個這個開心果三角酥，在伊斯坦布爾就想吃沒吃上的。其實義烏這裡除了有很多的土耳其餐廳，你還可以找到很多不同國家的餐廳，比如阿富汗、也門的，還有敘利亞的、阿塞拜疆的。感覺義烏才是世界美食之都。他們這裡吃飯或者是喝下午茶，這個土耳其紅茶都是免費的。這個顏色綠的不太真實，它外面是巴克拉瓦的那個酥皮，大塊的包裹的這個開心果的餡料，外面也是撒過糖漿的，焦殼是有點黏黏的。好酥啊！義烏版的這個土耳其甜品，外面裹着這個糖漿，明顯沒有伊斯坦布爾的版本那麼多。我的庫內菲來了，還配了一個土耳其冰淇淋它這個已經澆過糖漿了，你看糖漿都浸在下面。這個如果你覺得不夠甜的話，這個糖漿開心果糖漿還是可以繼續澆在裡面。咱先不澆了吧，咱先吃一口沒澆的。這個芝士效果還可以啊。這個好吃，我覺得甜度剛剛好，再澆那個糖漿就太甜了。要趁熱吃，它裡面那個芝士軟的就很好吃，外面的這個酥皮絲很酥，一整塊吃下去還是會有點甜的。吃2口冰淇淋解解膩。開心果三角果仁蜜餅78塊錢一份，3個。土耳其庫內菲是58塊錢。這麼看起來，這個庫內菲還挺划算的，因為它還給了一個冰淇淋球。走之前，我想來嘗嘗這家敘利亞風味的餐廳，它家有很硬核的巧克力蛋糕卷，還有巧克力可麗餅。可麗餅你可以選擇用不同的巧克力去做，我選的這個是 Kit Kat， 它這個可麗餅是疊起來的，直接澆的巧克力醬。熱乎乎的。還可以吃到那個 Kit Kat 裡面的脆脆的顆粒。我點了一份他們這裡招牌的這個卡布炒飯，上面是小雞胸肉。這個炒飯裡面看起來放了很多咖喱，這個是啥？跟沙威瑪裡一樣的這個大蒜醬，嘗嘗看。並不是大蒜醬，是酸奶，還不錯哎。它這個炒飯裡面放了很多這個小的，也不知道是青椒還是辣椒，辣椒已經在裡面很軟很軟了。大米用的也是，可能是他們那邊的那種大米，長長的、鬆鬆散散的，
好的雞胸肉。我覺得它這個菜飯的味道是比較重口的，因為裡面有咖喱、香料、辣椒什麼的。但這個雞胸肉它是就是鹽烤的，加了一點胡椒，裡面其實還比較淡的。這個飯是比較下肉的，不是用肉下飯的。可以蘸一下這個酸奶，這個搭配還挺神奇的，很好吃的。炒飯是55塊，可麗餅是45塊。看了一下賬單，這2天在義烏竟然吃了1000多。那如果你喜歡演吃會系列，別忘了點讚3連，我們下個城市見。